线材选用3.5毫米的小冰条以及6.0的钩针。首先锁边起针，由帽檐的边缘开始钩织。起针完成之后，接着编织59个锁针，锁针数是8的倍数加3针。视频内演示的这款是小号，适用头围约52到56厘米，大号的头围约57到60厘米，起针数是67针。锁链完成之后，我们返回倒数第3针，在锁针的背面挑里衫的一根线，在这里钩织一个长针。如果不习惯挑里衫，可以在锁针的正面挑后半针的一根线，也可以同时挑后半针和里衫的2根线，根据个人习惯选择。首先钩针绕线，穿过里衫，将线带出。钩针上剩3根线，然后2根线并1针，循环2次。后面重复操作，对应每一个锁针，各编织一个长针，一直钩到另外一端，一共钩织57个长针，大号的一共钩织65个长针。第一排长针完成之后，第二排首先锁2针，翻转织物。开始的2个锁针相当于一个中长针，在第二个长针的身体上编织一个外钩长针。在第3个长针的身体上编织一个内钩长针。在第4个长针上继续编织一个外钩长针。在第5个长针上再编织一个内钩长针。后面重复操作，按照一个外钩长针、一个内钩长针的顺序，一共循环28组花样。第二排钩到另外一端，在最后的锁针空隙处编织一个中长针。第二排结束，第3排首先锁2针，翻转织物。对应第一排的内钩长针，编织一个外钩长针。对应第一排的外钩长针，编织一个内钩长针。与第二排的钩法相同，按照一个外钩长针、一个内钩长针的顺序，同样循环28组花样。第3排钩到另外一端，同样在锁针的空隙处编织一个中长针。第4排继续锁2针，翻转织物。在第2个长针的针目上编织一个长针。在第3个长针的针目上同样钩织一个长针。后面按顺序编织，对应每一个针目，一共钩织56个长针。第4排钩到另外一端，在最后一针上编织一个中长针。第5排首先锁2针，翻转织物。在第2个长针的身体上钩织一个外钩长针。在后面的3个长针上继续编织3个外钩长针。第4针结束，在下一个长针上编织一个内钩长针。在接下来的3个长针上同样编织3个内钩长针。第4针结束，这样完成第1组花样，后面重复操作。我们按照4个外钩长针、4个内钩长针的顺序，一共循环7组花样，大尺寸需要循环8组花样。第5排钩到另外一端，
在最后一针上编织一个中长针。第6排同样锁2针，翻转织物。对应第5排的内钩长针，编织4个外钩长针。4针结束，在接下来的外钩长针上编织4个内钩长针。4针结束，这样完成第1组花样。与第5排的钩法相同，按照4个外钩长针、4个内钩长针的顺序，同样循环7组花样。第6排结束，第7排继续锁2针，翻转织物。对应第6排的内钩长针，编织4个内钩长针。4针结束，在接下来的外钩长针上编织4个外钩长针。4针结束，这样完成第1组花样，与前面2排的顺序刚好相反。按照4个内钩长针、4个外钩长针的顺序，一共循环7组花样。第7排结束，第8排同样锁2针，翻转织物。对应第7排的外钩长针，编织4个内钩长针。4针结束，在接下来的内钩长针上编织4个外钩长针。4针结束，这样完成第1组花样。与第7排的钩法相同，按照4个内钩长针、4个外钩长针的顺序，同样循环7组花样。第8排结束，后面的部分重复前面这4排的顺序，一直钩到第12排即可。这里的行数可以根据个人需求调整，大尺寸需要再增加2行或者4行。第12排结束，这样完成帽身的前半部分。接下来我们钩织后半部分。首先在织物两端分别空出20个针目，大尺寸的需要空出24个针目，2个尺寸同样在中间空出18个针目，用来钩织后半部分。首先在右侧的第1个针目上重新起线，将线钩出，然后编织2个锁针作为一个中长针。对应主体的花样，按照4个内钩长针、4个外钩长针的顺序循环2次。如果前面1排是内钩长针，这里就要换成外钩长针，花样相反，针数不变。第2组花样完成之后，在最后一针上编织一个中长针。第2排首先锁2针，翻转织物。这一排需要在织物两端各增加1针，在第1个针目上编织一个中长针，加上起立针相当于2个中长针。接着对应主体的花样，按照4个内钩长针、4个外钩长针的顺序循环2次。第2组花样完成之后，在最后一针上编织2个中长针。第3排继续锁2针，翻转织物。在第2个中长针上编织一个内钩长针。接着对应主体的花样，按照4个外钩长针、4个内钩长针的顺序循环2次。
第二组花样完成之后，在下一个中长针上编织一个外钩长针，接着在最后一针上编织一个中长针。第4排首先锁2针，翻转织物。这一排继续在织物两端各增加1针，在第一个针目上编织一个中长针，在后面的长针上编织一个内钩长针。接着对应主体的花样，按照4个外钩长针、4个内钩长针的顺序循环2次。第二组花样完成之后，在后面的长针上编织一个外钩长针，在最后一针上增加1针，钩织2个中长针。第5排继续锁2针，翻转织物。在第2个中长针上编织一个外钩长针，在后面的长针上同样编织一个外钩长针。接着对应主体的花样，按照4个内钩长针、4个外钩长针的顺序循环2次。第二组花样完成之后，在下一个长针上编织一个内钩长针，在后面的中长针上再编织一个内钩长针，在最后一针上编织一个中长针。第6排首先锁2针，翻转织物。后面的部分针数不变，按照主体的花样正常编织，一直钩到第14排。大尺寸这里需要增加行数，与前半部分两端空出的长度吻合即可。帽身的后半部分完成之后，接下来我们将织物两侧相邻的边缘缝合固定。帽身的部分拼接完毕，我们利用锁针编织2根绳子，将它穿到帽檐第2排和第3排的空隙处。帽身的主体完成之后，接下来我们钩织耳朵的部分。首先锁边起针，起针完成之后，编织9个锁针。9针结束，返回倒数第3针，挑里衫的一根线，在这里编织3个长针。3针结束，在接下来的5个锁针上按顺序编织5个长针。5个长针完成之后，在第1个锁针上增加5针，钩织6个长针。6针结束，转到另外一侧，后面再按顺序编织5个长针。第5针结束，在最后一针上再编织3个长针。最后在第1个长针上编织一个引拔针。第1圈结束，第2圈首先锁2针，
在第一个长针上编织一个外钩长针，在第二个长针上编织一个内钩长针。我们按照一个外钩长针、一个内钩长针的顺序循环11组花样。后面第3圈针数不变，按照相同的方法循环11组花样。第3圈结束，第4圈首先锁1针，在第一个外钩长针上编织一个外钩中长针，在第二个内钩长针上编织一个内钩中长针。我们按照一个外钩中长针、一个内钩中长针的顺序继续循环11组花样。耳朵的部分钩织2个，最后将它们固定到主体上。耳朵的部分固定好之后，接下来我们钩织围巾的部分。首先锁边起针，起针完成之后，编织15个锁针。锁链完成之后，我们返回倒数第3针，挑里衫的一根线，按顺序编织13个长针。第一排结束，第二排首先锁2针，翻转织物，在第二个长针上编织一个外钩长针，在第3个长针上编织一个内钩长针。后面重复操作，按照一个外钩长针、一个内钩长针的顺序循环6组花样。第二排钩到另外一端，在最后一针上编织一个中长针。第3排继续锁2针，翻转织物。后面的部分针数不变，按照第二排的方法钩到需要的长度即可。围巾的部分完成之后，接下来我们将帽子的主体固定到围巾中间的位置。围巾的部分固定好之后，我们这款保暖的小熊帽子就完成了。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